Hello， 大家好，我是 Dennis，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这次我将前往浙江，展开我在杭州、桐庐、平湖的4天3晚的行程。这支视频将着重介绍位置绝佳毗邻西湖的杭州西湖索菲特酒店、天溪湖畔半山腰的度假胜地桐庐康莱德酒店、大隐于市的弘一法师李叔同主题酒店平湖万怡酒店。在酒店开箱和周边景点玩乐，那么跟着我的镜头一起出发吧。欢迎来到 Dennis 自由记，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带你体验旅途小确幸。上海开车过来的话，大概2个小时不到一点。这是一家03年开业的老酒店，14年重新装修过，之前也是做过杭州 G20 峰会的招待酒店。选这家入住的主要原因是它的地理位置相当的好，位于西子湖畔的东侧，然后也是市中心的繁华区域，过个马路就是西湖了。所以说如果来西湖游玩的话，住这边是没有错的。整个大堂吧的话就是很中式的一个装修风格。中午到的房间还没有好，所以在大堂吧喝点饮料等房间。这家虽然是位于西湖旁边，但是它其实能看到西湖的房型是不多的，这和它的建筑朝向是有关系的，所以是比较可惜的。但是它有一个很大的露台是可以看到的，等会我们上去看一下。然后这个房间的话就是很标准的一个标间，整体面积还是蛮大的。虽然离上次装修好也已经有11年了，但是看上去整体保养的还是不错的。这家提供的是 Lily 的咖啡机，这点还是不错的。然后迷你吧的话就有一些酒水饮料。卫生间的备品的话还是索菲特依旧的浪凡品牌的，标配的顶喷和花洒。马桶就是普通翻盖，没有未洗力。保险柜的话在衣橱里面，另外熨斗、熨板、雨伞也都有。作为雅高的白金卡会员，欢迎礼给的还是蛮丰富的，水果、糕点、气泡水都有。房间的楼层外面就有一个大露台，我们先出去逛一逛。面积很大，是一个大型的露台花园，然后旁边有很多座椅可以给你坐着休息。酒店工作人员和我说上面还有一层，然后上面的视野会更好一点，我们就上去看一下吧。从侧面的楼梯走上来的话，这边到了上面一层露台，还得上一个楼梯。这一层能看到的湖景就明显比下面好很多了。行政酒廊被安排在1层的大堂吧，下午茶出品还是很丰富的。吃完下午茶的话，去西湖逛一圈吧。出酒店门左拐就能看到这个地道，然后沿着地道走的话，上来就是西湖了。与西湖仅仅隔了一条马路，所以说这家酒店的位置真的是特别的好。虽然说有点年份但是这个位置又是5星级酒店，然后价格也不算贵的情况下的话，还是蛮推荐大家如果旅游的话可以来这边住一下的。今天虽然是工作日但是西湖边的话什么时候人都是挺多的，就在这边走走逛逛也都是蛮舒服的。这边的广场上还有人在驻唱。微风轻轻吹动柳条，
看着湖面上的游船，仿佛时间的流速都变慢了。来这边穿汉服打卡的小姐姐还是挺多的。稍微走了走的话就回酒店休息了，然后在晚上的 Happy Hour 的时间看了一下酒廊的出品，菜还是挺硬的。夜幕落下，再去西湖边走一走，又是另外一番景象了。第二天的早餐的话是在1楼的自助餐厅用的，品种挺多的，然后它还有一个浙江的特色美食的专区，这一点我觉得挺好的。来这边玩的话正好就是吃一吃当地的特色，味道都是不错的。然后吃完的话就去往这一次旅途的重点桐庐康莱德啦。开过去的话还是有一段路的，因为差不多要到安吉了，但是一路的风景真的非常不错。这次特地和酒店沟通，升级了一个带超级大露台的临湖的房间，因为离主楼比较远，所以需要工作人员用电瓶车送我们去房间。整个服务做的还是挺满的，有主动帮拿行李，引领带到房间，并对房间的设施做介绍。下面来看一下这个 rooftop 吧。推开门，这个超大面积的露台还是惊艳到我的。和前台讲了，送了我们一个康莱德的小熊。小鸭子说没有货了，有点可惜，因为这家透明小鸭子还挺好看的。露台躺椅也挺惬意。我们回到房间再看一看具体的房间内的设施吧。他们家的拖鞋是那种很厚的，还是挺好用的。然后还有康莱德的纸袋子。另一边的衣柜的话是挂着2件睡衣，还有保险柜和熨衣板、熨衣斗。雀巢的胶囊咖啡和 TWG 的茶包。迷你吧的话是几瓶饮料，然后首轮的话是免费提供的。这边的话是一些酒杯、咖啡杯。马桶间旁边放了一个小桌子，这种还是挺少见的。这个淋浴间的面积相当的大，同样的是有顶喷和花洒。备品还是康莱德御用的 Byredo 品牌，这个味道我还是挺喜欢的。这个是酒店地图，可以看到湖边的房间离主楼还是有距离。当然去下面的草坪和室内游泳池、网球场是挺方便的。刚有点下雨，现在湖边烟雨朦胧的感觉挺江南，挺好看。这边就是网球场了。本来打算出来走走逛一逛的，但是又开始下雨了，所以只能回房间打电话让电瓶车来接我们逛了。小哥来的挺快的，然后服务也挺好，主动给我们介绍了酒店里可以玩的几个点，先带我们去了位于别墅区的顶层的展望台，也是这家酒店视野最好的、景色最好的地方。和山下湖边比的话，这边的景色要开阔很多，视野真的很棒。
然后小哥又送我们去主楼看无边泳池。这家康莱德的服务我觉得是真的挺到位的，因为刚刚有沟通我们想去下面草坪去看一看羊驼，所以说室外的话他跟前台的工作人员沟通，给我们准备了伞。大堂也是挺开阔的，然后这边还有一个巨幅的落地窗的室外窗景也不错。冬天的室外露天泳池是关闭的，所以小哥特地拿了钥匙带我们上去看，颜值还是挺高的，下次有机会夏天再来入住的时候去游吧。大堂门口的瀑布小景也不错。然后小哥带我们去看羊驼了，下雨天的话他们会躲在车库里躲雨。两只羊驼都好可爱，好乖巧。看完羊驼再去大草坪那里逛一逛。这边应该是一个湖边的礼堂吧，办仪式或者婚礼什么的还是蛮好看的。虽然下起了细雨，但湖边的景色还是挺好看的。大草坪上的露营帐篷和热气球很出片，等天气好的时候再来逛一逛吧。回到房间，欢迎礼已经放在了桌上，因为是纪念日，所以给准备了小蛋糕。下面去室内的泳池逛一逛吧。这个季节居然还有樱花哎！樱花洒落在地上挺美的。我们进门先去看一看健身房吧。健身房的设施还挺齐全的，虽然面积不是特别大。然后去看到这个颜值超高的泳池，很多网美照打卡和包括酒店的官方用途都会出现这个泳池的这个角度的景色，确实是挺美。泳池出去外面还有个露台，下面就是一个泡池 SPA 区，然后对面还有个篮球场。回到房间先把蛋糕吃了，这个蛋糕用料还是挺扎实的，上面还有葡萄和蓝莓还有草莓，应该是红丝绒蛋糕吧，但味道其实一般般吧，但是这么大一个蛋糕还是挺有诚意的。稍后又送来了晚安牛奶。大家早上好呀！第二天的早上，现在雨基本上停了，对岸的景色就从烟雾中显现出来了，比昨天看到的更好看了。然后就去吃早饭了，这家的早餐品种特别丰富，而且出品的品质相当高。热档的话有现煮的面条，甚至还有现包的各种点心和小笼包。整个空间也挺明亮的，然后外面还有露台，因为下雨所以就坐在室内了。我各种点心小吃都拿了一些，然后还可以现点咖啡饮料。本包面的浇头特别扎实，味道也很正宗。这个黄鱼馄饨超级好吃。吃完早餐出去逛一逛，这边外面上楼的话就又是大堂了，我们坐电梯上去吧。到大堂了，其实还有个旋转楼梯可以上去，这边拍拍照也蛮出片的。
大堂的这个玻璃落地窗真的超级好看。外面又开始下起了小雨，绵绵细雨天的林间小道也超有 feel。 吃饱喝足后决定不叫电瓶车了，我们慢慢沿着山路走下去，到花园那边去看一看吧。这里还有一条小路可以直通到很远的地方，我就简单走了一走，没有走到底。沿途的风光真的好美，超有富春山居图的感觉。江南水乡的度假就应该是如此。差不多逛完的话，下午我们退房就要返回上海，然后因为下雨天开不快，所以沿途又多住宿了一晚。但就是这家平湖万怡酒店是让我此次旅途感觉最惊艳、最意外，也是体验相当好的一家酒店。整个新中式的装修风格加上中式院落的整体体现，让你有一种进入其中豁然开朗的感觉，处处都是小惊喜。整个酒店有相当多的装置艺术，当我入住之后才知道这是一家弘一法师李叔同的主题酒店。你在酒店各处可以看到李叔同的诗句的字贴，而最出名的便是那句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房间的话也是标准的万豪系常规的标间的格局。这次入住的是灵溪的房间，整个房间的话中式和书童主题元素也很明显。阳台外面的话就直接是连接着公园的，有一条小溪，然后风景还是不错的。酒店是有一个门禁可以直通公园内部的。我们等明天再来逛一逛。先去看了一下健身房，这家是没有泳池的，但健身房虽然不大，但设施也蛮齐全。餐厅是位于最底下的楼层，晚上的 Happy Hour 和早餐都是在这边用。Happy Hour 的出品非常的棒，这个价格的万怡有这样的品质，在整体减配的大环境下也算是一股清流了。这个酒店真的是超级出片，各个地方的小景致都非常的美，我拍了挺多照片的。第二天的早餐也很能打，鱼汤馄饨、苏式红汤面，还有虾仁蛋炒饭。吃完早餐去逛了逛附近的书童公园。这只小鸟好孤独的背影啊！这个公园有好多好多的鸽子，这边鸽子都不怎么怕人，赶着它们走也不太飞。还有挺多李叔同主题的打卡拍照布景。
然后去了李叔同纪念馆逛了一下，整体不大，但是外观是一个莲花造型，挺有设计感的。里面主要是一些记录李叔同生平的科普材料，还有一些书画字帖等。现在外面没人了，再来拍一张。回去的时候又和鸽子玩了一会儿。附近还有一个报本禅寺和报本塔。报本塔始建于明嘉庆42年，在清顺治16年的时候倒了，然后重建的话在康熙27年竣工，由原来的7层改成了5层。通过乾隆道光年间多次修缮，但咸丰的时候因为战火就毁掉了，但宝塔是独存的。在90年代的时候，报本寺又重新翻新建造了。寺外池塘的景色真的很美。进庙里逛一逛。整体人不是特别多，来拜拜的叔叔阿姨比游客多。回到酒店，我们再去逛一下酒店的那个公园。从这个门出去的话，就能直接到公园了。这边右手边是酒店的一个宴会厅，尖顶的造型颜值还是挺高的。这里按一下开门就能直接到公园了，然后回来的时候只要刷门卡就行。这边湖边的话停着一艘游船，我们过去看一下。这个应该是已经荒废了的。有一只小鸭鸭。沿着湖中心的栈道去走一走。这次旅途体验最好的就是桐庐康莱德，宛如现实版的富春山居图，以山水秘境，承包避世又治愈的度假体验。让我感到最惊喜的是平湖万宜，庆送别墨香与书童禅意，方悟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平淡之争。今天的视频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